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喜。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 Jordan Post 在2025年发布在 Colorless 厂牌的一首作品，叫做 Here Always。那么这首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同样使用了弱化旋律的写法，但是使用了大量的delay效果器来去营造一种氛围感，营造一种梦幻感，那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那它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好，我们再听一点后面主旋律进来了之后的效果。OK， 我们先听到这儿。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分层一些主要元素的delay效果器的一个使用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去做其他的那些层的一个扒带。那么这个工程呢，我也是同样放在了咱们的课程平台的免费资源区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领取学习。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作品在最开始啊比较平淡，没有那么多的元素，所以只有一个。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下面一个有节奏的一个小这种提供了一个节奏的内容在里面，但是它又没有具体的很复杂的一种音高，它只有一个这首作品是那个 B 大调的，所以它这个里一直都是在它对应的西和这个升 F， 也就是导骚这两个音上，它对应的这个 B 大调里面的导骚，那是比较平稳的一种纯5度，很和谐，很平行，所以它一直重复的这个音，穿插在这个作品里面，大家的听感一样是觉得很好。然后在这个音色里面，我简单的复刻的这个音色啊，在这里面主要我们来看这个 delay 这个效果器的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大一点。好，在这个 delay 的效果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center 中心的这个 delay 的音量和这个 side 两旁的这个音量都开的比较大，而且这个 feedback 开的也比较大。我们再仔细的听一下。它的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就相当于弱化掉了它，然后以一种氛围型的一种闪烁的，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这种闪烁的感觉垫在了这个音乐里面啊。但这只是刚开始的地方，然后后面进来了另外一个元素，我们听一下。更加梦幻的一个元素。好，这就是单独这个音色的这个合成器的一个设定。你看我在这个里面我并没有加，因为我把它加到了外面，为了给一些朋友解释清楚，我使用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这个 delay 的效果器插件来给大家展示它具体的一个弱化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首先我把这个干湿比调到纯100%的干声和0%的湿声，也就是未加入 delay 的效果，它的听感是这样的。从这里，好，这里面音高也是我大概听到的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开这个 delay 效果器，我们会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两个音高，但当我把这个delay， 你看我把这个 delay 效果器打开，然后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很多斜杠，这个新出来的红色的斜杠就是 delay 效果器的声音，也就是说被制造出来的 delay 的延迟的声音，而
这个最左侧的这个橙色的这条线就是干声，当我把它打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超过50%之后，这里的干声就开始变小了，湿声就开始在变大。基本上突出的就是湿声，干声就越来越小，所以在我们听到的这里，它非常梦幻的一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干声很小，湿声很大的这个样子。那我是把它开到了80%，我们听一下啊，先从这个哒啦滴哒，前面的这个哒啦滴哒开始。因为这个delay的声音它被打得左左右右的，然后就是各种弹来弹去，跟那个小星星的那种满天繁星的感觉，所以就弱化掉了这个干声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梦幻。但是如果把它声音很大，我们再来听一下，干声很大，湿声相对小一点的效果。你是很容易听到那个很明确的那个干声引领着一旁的这个小弟一样的，那个老大领着一帮小弟怎么样。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把它弱化掉之后，基本上就是满天繁星闪烁的delay的声音为主了，而干声是比较小的，所以它这个就是能够去梦幻的处理方式的一个点啊。那我用这个效果器给大家做的展示。好，我们再放回到音乐里。OK， 好，接下来呢，到了中间 breakdown 的部分，一直延续到后面，它就出来了一个主旋律。虽然这个主旋律也是相对比较简化的一种写法，没有特别的复杂。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也是一种相对弱化的一种旋律的写法。好，这个我相信是大家听到这首作品到后面的时候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元素。但是当它俩是和它上方的这个氛围处理化掉的这个delay的声音和原本的这个主旋律也是开的比较大的delay的声音，我们看一下这是它的这个合成器，然后这个delay的部分，你看它也是 feedback 开的中间50%了，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一个参数，所以我们听到它delay的声音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当它们两个组合在一起的听感还是很妙的，我们听。这个东西就感觉就像是你可能上面的那个元素呢像满天的繁星，然后下面的这个就好像是慢慢爬起来的那个小月牙，那个月亮带有着一种很轻松的一种很梦幻的一种氛围，这个感觉就很好。它们是一种包裹感的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整个音乐当中。好，你会发现这个合成器的这个lead的声音在中间，然后这些小爬音闪烁的小星星在旁边一直陪衬着它。好，最后现在还差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这是一个模拟合成器的一个lead的音色，然后它在这首作品真正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亮的时候，有不亮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个高频出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又有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听。好，我们会发现这个旋律哒哒当哒哒当，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然后那个哒哒出来的那个高出来的那个两个音通常都比较亮。那么这里面在
这个合成器的设定里面是有一个说法的。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键盘跟随的这个功能这个要打开，不然的话它的这个滤波器就是死的卡在某一个地方。而你打开了这个功能之后，如果你弹低音，它的滤波器会跟着你这个音的比较低，它就切的比较低；如果你弹那个高音，它的滤波器就会比较高的位置切，就不会影响到这个声音本身听的质感。如果你没有开它的话，比如你可以打开一个血清的合成器，如果你比较熟悉血清的话，你把它这个 cut off 设置到一个点，你会发现你弹低音的时候，它的这个波形能看得出来。然后你去一个很高的位置去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那个音，因为滤波器设置在一个死的点，你弹那个音超过的这个滤波器的那个值，那你就听不到任何的声音所以这是要打开这个键盘跟随的功能的第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适当的要让这个声音的滤波器有一些动作这是我跟学生经常说的，你不能让这个音色，尤其是模拟合成器的这种音色死在音乐里我们来演示一遍。我们在这儿现在我们就像演奏合成器一样，就是真实的硬件合成器一样，我把这个滤波器 cut off 映射到了我的这个旋钮上，你可以映射到任何一个你的MIDI 键盘或者是这样的一个MIDI 控制器里，然后只要把这个旋钮跟它关联上就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效果我们要让它活起来。好，我们发现了在演奏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在去拧着这个旋钮，让它一会儿小一点，然后到那个高音要出来之前去拧大，这样保证它的这个高音的通透度的亮度要完全出来，然后这个通透的高音的音符再经过这个delay的效果之后，你就能听到特别明亮的那个高音出来我们再试一次，先是比较闷闷的。好，这就是这个音色比较妙的一个地方听起来为什么那么灵活？而且这个东西大家尽量的就是不要全画成一模一样的这种包络线，最好的话就是映射一下这个。相信大家都有MIDI 键盘或者控制器或者是像这个东西，这也很便宜，买来一个，然后咱们经常去映射一些东西，让你的音乐变得更真实，也很好用。好，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以大量的delay去营造一种氛围化的这么一个作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的制作人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